此时战场上，你和冷若雪已经交手了上千次，近战取得一定优势，压得他连连后退，恼羞成怒。魔帝非要如此吗？冷若雪之前觉得他逼死火焰和马尔斯，凭借4转的实力，想要拿捏你轻轻松松，可到现在他才发现他似乎错了。而且错得很离谱，魔帝的实力不容小觑。之前亡灵之神被击杀的全服公告，估计也跟你脱不了干系。你不是科服笑笑，又想要谈判，你说你们是不是很搞笑？每一次非要打不过以后再寻求谈判。冷若雪哼了一声，淡淡道：“古往今来都是这样，只有打过以后再谈，才知道该怎么谈。”好啊，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你准备怎么谈？条件你提，不过诸神赐福没有。既然如此，那也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说完，祭出守护者之塔，来吧，让我这名1转弓箭手领教一下你这位4转大法师的实力。守护者之塔迅速扩大，将你们吸入。冷若雪好气，魔帝，你非要把事情搞得不死不休的地步吗？你毫不在意。之前我让瑶汐给你带的话，不知道你收没收到？我能把你扶到王位上，同样也能把你从这个位置上拉下来。冷若雪面色一寒，好，我倒也想看看，魔帝，你是不是真的不可战胜？杀你1次不行，那就杀你10次、100次，杀到你胆寒为止。你不以为意？好啊，我期待你击杀我。话音落下，咻咻咻，无数一箭射出，冷若雪身上冰盾浮现，全部挡住。同时，他另一只手释放火属性技能，湿热沸腾。你头上弹出一大堆扣血数字，而且还在不断叠加提升。1秒10次的扣血速度，你取出生死簿，刷刷2笔，不就是无条伤害吗？谁不会呢？不过你也知道，光靠单体很难伤到这家伙。那么来吧，3头6臂，装备上大山鞭和9合长弓，一击出后疯狂输出。同时，由于你有3个头，还可以一边输出一边用另外的头和药回血回来。维持技能释放，冷若雪的防御逐渐招架不住，尤其是当你触发天火流星的被动后，他更是捉襟见肘，陷入了跟亡灵之神同样的境地。正面输出比不过你，防御有些勉强，在生死簿锁头掉血和天火流星的范围性轰炸输出中，根本没有一点反击机会。魔帝，你还是人吗？太变态啦！你嘲讽，这就是4转的冰火大法师吗？比我想象中要弱很多。冷若雪面色难看，交换一声冰火莲花，双色在你脚底绽放，同时他的防御出现破绽，一个个伤害数字从头顶弹出，减53万，暴击减100万，仅此一个照面他就掉了1000万生命值。不过在你防御莲花的时候，冷若雪手中出现一面冰蓝色旗帜，乾坤无极，飞天遁地，旗帜在手中碎裂，下一瞬间从守护者之塔中消失不见。你面色一变，高级道具吗？哼哼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跑到哪里去。看了一眼他遗留下来的冰雪女神左腿，尝试了下，没法收入仓库，只能选择放弃，迈步走入岩浆城。黑袍首领见你到来，松了口气，魔帝，你再晚点出现，我就交代在这儿了。你弹弹手，非我本意。我发现冷若雪带走冰雪女神左腿后，第一时间就赶来了。黑袍首领心有余悸，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谢谢你。冷若雪隐藏太深，明明是4转大法师，还要用上神威压制。你笑笑，无所谓，我会出手。接下来就让我带你们反攻天星城，赶冷若雪下王位当女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全服公告响彻在龙国区上空。全服通告，恭喜玩家元昊帝君第一个前往浩渺大陆，奖励属性点加200，金币加5万，无限制黄金级套装加1，技能书加3。特此通告，望广大玩家再接再厉。你倒是没有任何意外，新地图有人登录，算是时间上也差不多了。不过这对你来说都不重要，现在就是要增强实力，以应对未来的大灾变。接下来，在你的带领下，魔狐大军势如破竹，很快攻占了10大主城，期间都没有遭遇到什么有效抵抗，只剩下了王都天星城。你知道，冷若雪估计想把这里当成最后决战场，集中力量拼死一战，决战时刻即将到来。镜头一切，天星城王宫大殿内，冷若雪神情凝重，王村长、边霍勒以及几个没被击杀的城主都聚集在这儿。冷若雪率先开口：“魔帝的强大，你们都心中有数。他免疫冰雪系伤害，而且被击杀后还能原地复活。我们杀他没用。”众人神情凝重，纷纷开口：“国之存亡之际，皇上，我们拼死也要一战。”冷若雪继续道：“现如今只有2个方法，一是击杀黑袍首领，废了魔帝而接到的任务；二是让王村长顶上，王宫内有刷新机制，死亡后可以再次刷新。最后，如果连王村长都死了，那就放弃星辰王国，躲入黑风山脉，前往混乱之地。”众人大吃一惊：“皇上，不可啊！星辰王国是我们的根。”冷若雪叹气：“活着才是我们的根。我跟魔帝交过手，他太强了。我说的这些，希望你们都能严格执行。”众人叹气：“哎，本来以为这些冒险者就是笑气，可没想到我们居然有被一个冒险者逼上绝路的一天。”另一头，岩浆城主府内，黑袍首领哈哈大笑：“嘎嘎嘎！一天不到就拿下所有主城，真是太爽啦！
从未有过如此美妙的开局。一切摇头，不要高兴太早，天星城才是关键。如果我没猜错，冷若雪是想在那里跟我进行决战。黑袍首领很快反应过来，摩迪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跟你？难道我不参战吗？堂堂魔窟领袖，在最终大战竟然没有戏份，不要面子吗？你翻了个白眼。那是当然，我就怕你死了。你交给我的2份诸神任务和神级隐藏职业卷轴，不就泡汤了？他恍然大悟，把夜行者大军的指挥权交给你，你心中暗笑，姐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夜行者大军不去战场上送死，怎么死更多生灵、亡灵之神复苏呢？除此之外，夜行者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前世诸神黄昏和现实融合后，他们杀了不少人族，所以害死夜行者，你是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。魔窟首领也没有怀疑你的动机，毕竟你连星辰王国失了主城都攻下了，和冷若雪那边算是彻底决裂，难道还能再背刺他魔窟不成？你一路护送黑袍首领回到魔窟入口，他神情严肃，摩帝，进攻天星城的事情就交给你，我的夜行者大军也交给你，你本正经，你放心，天星城必拿下。心里又补了一句，当然死多少夜行者就是另外一回事喽。对了，之前我用守护者之塔困住冷若雪，他却用一面旗帜传送逃跑。我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道具能够打断他的传送？黑袍首领犹豫片刻，取出一个冰蓝色的符文递给你，瀚海乾坤符，特殊道具，效果是催动后能使所在空间方圆1000米无法进行位移传送等，持续5分钟。一次性道具，好家伙，这怎么看怎么像海神的东西啊！好，你等我消息。在离开没多久，一团黑雾从魔窟中走出，到黑袍首领身边。大人，魔帝这个棋子可不太受控制，这样下去，未来可能会对你的大局造成影响。冷若雪就是前车之鉴。黑袍首领的声音在此刻也发生了变化，不再沙哑低沉，而是一道温文尔雅的舒适声音。棋子，你若这般想，反而会步入冷若雪的后尘。他就是把魔帝当成棋子，结果呢，魔帝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搅局者。父亲曾说过，浩劫将至，今日魔帝去覆灭星辰王国吧。我想他这么急着寻找诸神的赐福，或许跟我们想做的是同一件事。视角切回天星城，王国高手齐聚，被霍勒恭敬一礼，王上所有都准备好了，就等魔帝前来开启决战。冷若雪豁然起身，王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，我承认我曾经的自负带来了如此恶劣的结果，可事已至此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就我来结束这场战争。而天星城外同样集结了50万夜行者大军，冷风和夏目第一时间赶来力挺你，帆哥别拉下我们呀！会直也感到失了一礼，贫僧愿尽绵薄之力，这通打落水狗抱大腿的机会谁不要啊？你创建的聊天群内也消息不断，狂战风来表示，摩帝，我们狂战公会集结了10万人，正等开战杀穿星辰王国大军。元昊帝君表示，我操，风来你疯了吗？带10万人帮摩帝，要是都掉级，损失惨重啊！浮屠满谷说，我也带了2万，天火女帝，我也带了3万，才不是来帮摩帝的呢。疯了！你们这是疯了！你打了1行字，你们来凑什么热闹？等下国战开启后，帮助星辰王国的大军多赚取属性点才是王道。众人是都傻眼了呀！魔帝居然不需要他们的帮助，反而让他们去投敌嘛？这么自信？你无奈摆手，跟他们解释了一下，是真不怕，而且战场上到时候会尽量避开他们。天星城外两军对峙，这时一位夜行者将军3斩狂战士顾不及鹤山，迈步走到你身前，恭敬问道：“魔帝可以行动了吗？”你一挥手，动手，50万夜行者大军齐出，杀！声音直冲云霄，震撼了不少玩家。妈耶，这太可怕了吧！多少人啊？魔帝竟然能率领50万大军攻城，他是人吗？哎，魔帝跟我们普通玩家根本不是一个层级。除了议论的玩家之外，还有不少主播也在直播这一场史诗级大战。刘阳光在战场边缘语速飞快，大家好，我是刘阳光，那个被魔帝杀到走不出泉水的小主播。今天就我来为你们直播这场龙国区的大战，参与人数超过100万，更有我们龙国区的射手之神幽冥魔帝主导。秀随着你一箭射出，战斗正式打响。全服通告：由于夜行者大举进攻天星城，开启国战，每击杀1位夜行者，都可获得丰厚奖励，望广大玩家踊跃参战。